这是一个形似鸟笼的武器，被称为清朝最恐怖的暗器。血滴子追杀敌人急如流星，一旦命中敌人首级，拉动上面的链条，杀爪自动落下，3片利刃瞬间弹出，敌人当场暴毙，身首异处。血滴子攻击范围很远，100步之内取人首级，敌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血滴子的边缘也是锋利无比，对手的刀剑都能割断，再好的武功都没用。但血滴子是清朝的黑点，死在他手下不知有多少的忠臣。电影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，民间能人志士对雍正的暴政口诛笔伐。为了肃清这些反对的声音，雍正大兴文字狱，凡有忤逆者皆满门抄斩。朝中2个忠臣为这些人请求，皇上很生气，要将这2位给斩了。太监告诉皇上，天正不杀言官，皇上当众杀他们会引起非议的，要杀他们只能暗杀。皇上将此事交给了大臣辛康。辛康外出的时候看到了民间的杂耍队，他灵机一动，根据这个制作了一个武器。就这样，恐怖的血滴子诞生了。他用家里的假人试验了一下，效果果然不错。他将这个武器拿给了皇帝，他告诉皇上，这个武器叫血滴子，能神不知鬼不觉，100步之外取人首级。他用一只狗给皇上演示了一遍，皇上对血滴子很满意，让辛康去御前侍卫中挑选20名精英，组成粘杆处苦练血滴子。但这20人必须对皇上忠心，1人叛逆，众人连诛。辛康带着20人宣誓，永不背叛皇上。20人开始训练，有2人天资过人，第2次训练就扔中了假人，学会了血滴子。这2人叫马腾和许双坤。这时圣旨到，皇上赏赐2人黄金100两。原来皇上拿着望远镜在高楼上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晚上的时候，马腾和好友天父聊天，天父不想待在这里，想出去找女人。第2天天父回房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美女找上了他，2人就这样把事给办了。天父这下服了，皇上真是有千里眼和顺风耳啊！皇上来到此地查看他们的训练成果，辛康将血滴子扔向了马腾，马腾手中的刀直接都被割断。血滴子的边缘真是太锋利了，石头都能被切断，就算敌人有一身武功，也难逃身首分离。皇上对血滴子训练成果非常满意，他开心地离开了。这天马腾在训练的时候，他加强了难度，蒙住了自己的双眼，但差点将路过的许双坤给打伤。许双坤抡起棍子打向了他，还猛踩马腾的玉佩。马腾这下怒了，向他还手，将他打倒在地。马腾对他说，玉佛是我娘生前给我的，打我可以，但不能侮辱我娘。晚上的时候，许双坤找到皇帝禀告消息，原来他就是皇上身边的人。许双坤诬告马腾图谋不轨，意图造反。皇上也知道他们有矛盾，并且马腾成绩最优异，皇上不相信他的话，如果真有此事，就拿出证据。粘杆处终于练成了血滴子，皇上给他们布置了第1个任务。辛康带上马腾4人来到了任务地点，他们用绳钩爬上了屋顶，等目标人物一出门，马腾的血滴子就套在了他的头上，大臣身首异处，接着又将另一个大臣给杀了。血滴子成员完成任务后很开心，许双坤带人认辛康为干爹。等再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血滴子成员发现这次的目标又是一位忠臣。辛康让天父动手，天父却下不去手，还大叫自己不做皇上的刽子手了。马腾赶紧捂住了他的嘴，替他完成了任务。血滴子穿过轿子就杀死了目标人物，真是太恐怖了。许双坤给皇帝禀告消息，说天父在现场大骂圣上。皇帝知道后，让血滴子成员杀了天父和他的女人。马腾知道后非常的生气，他也不想再为皇上效命了。半夜他想偷偷溜走，却被血滴子成员发现。马腾赶紧砍断一个竹子翻了出去。皇帝大怒，将马腾所有的家属扣押天牢，1人不归，全家问斩，并让辛康将马腾活捉回来，外面贴着都是马腾的告示。马腾在半路的时候遇见一个美女正在唱花鼓，他赏给了美女好多的银子。官兵很快追了过来，马腾赶紧逃走，美女也想帮忙，就追了上去。马腾和官兵们在角落打了起来。这时另一队的官兵也搜查到了此地，美女赶紧唱起了花鼓戏，将官兵给引走了。马腾出来后，美女看他受了重伤，将他带到一个破庙中，2人在破庙中产生了感情。马腾决定和美女隐居起来。血滴子这边也没有放弃对马腾的寻找，各地各县进行排查。2年之后，马腾的妻子玉珍怀孕，
两人过着贫穷却很幸福的生活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玉珍的孩子要出生了，马腾赶紧出去找接生婆，但是被楼上的2个血滴子成员发现了。两人赶紧跟了上去，发现了马腾的住处，马腾只好和他们打了起来。马腾找机会拿到了血滴子，杀死了2人。玉珍这边孩子终于出生，是个男孩，但这个住处他们待不下去了，只能搬家。县老爷将此事报给了朝廷，邢康带着血滴子成员赶来调查此事，知道了这个人就是马腾，他将所有人调来了此地，势必活抓马腾。徐双坤又开始干坏事，他用文字狱诬陷邢康造反，想要接替他的位置。马腾这边，他的孩子已经学会走路了。这时邢康和罗鹏经过，差点撞倒他们。罗鹏发现了孩子脖子上的玉佩，他赶紧将玉佩拿走，不让邢康发现。这个玉佩如果被他发现，马腾的藏身之处就暴露了。但他回去时候拿出来偷看，还是被邢康给发现了。这时许双坤也找到了邢康，他是奉命来杀邢康的，但邢康不知道，还对他说跟着罗鹏就能找到马腾。邢康一说完，许双坤就开始翻脸。邢康赶紧逃了出去，但还是死在了他一手发明的血滴子下。之后许双坤就接替了他的位置。第2天的时候，许双坤跟着罗鹏果然找到了马腾的住处，他抛出血滴子扔向了马腾，杀死的却是罗鹏。马腾拿起罗鹏的血滴子要和许双坤决斗，2个血滴子撞到了一起，直接都碎了。许双坤拿出匕首杀向了他，马腾在房顶进行偷袭，打倒了他。这时玉珍却抱着孩子出来了，许双坤赶紧抢着孩子逃走，马腾追了出去，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孩子给救了回来，但许双坤却逃走了。马腾又得重新搬家，官兵也杀了过来。马腾让玉珍抱着孩子先走，3天后在小树林见面。马腾逃亡的时候捡到了一把伞，想到克制血滴子的办法，他找到铁匠让他们帮自己打一把铁伞。铁匠出去吃饭的时候看到了马腾的通缉令，无意间说漏了嘴，这下被血滴子成员听到，他们追到了铁铺，对马腾用出血滴子。马腾用铁伞将血滴子推开，反杀了1人，另外1人被马腾用铁叉杀死。马腾拿着他的血滴子逃到了山上，后面3个血滴子成员追了上去，马腾居高临下，用血滴子瞬间就解决了1人，接着他用一棵树挡住血滴子的攻击，趁机杀死了1位。现在就剩下徐双坤了，血滴子相撞又全部碎掉，2人只好展开肉搏。马腾被打倒在地，他赶紧将地上的血滴子捡到，将徐双坤给杀了。马腾和玉珍终于再次团聚，他们继续着逃亡的日子。血滴子是一部很早的邵氏电影，虽然这个电影很老，但却十分的经典。电影的画质进行了修复，看起来十分的高清。电影的尺度也是非常的大，充满着色情和血腥，让人对血滴子这个武器感到十分的害怕。血滴子真是一种神奇的武器，具备飞行功能，并且命中几率很高。不知道这种武器的武林高手可能也会身首异处。那么你还看过哪些恐怖的武器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哟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